最近，一段台湾马公舰与我军厦门舰进行无线通讯的视频流出。在视频中，马公舰对厦门舰喊话：“这里是马公舰，你即将进入24海里警戒区，请适时调整方向，以为航行安全。”厦门舰直接回怼：“马公舰，这里是厦门舰，你所谓的24海里线不存在，注意你的用语。我舰正在此正常航行，请与我保持3海里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本虎没记错，上一次马公舰出现在新闻中的时候，那是8月6号在花莲外海，我军的052D 南京舰溜着到处跑的时候，当时马公舰的丢人视频一度在网上火了起来，结果这才几个月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就意味着台军根本没有记住之前的教训。事实也确实如此，最近台当局直接公开挑衅大陆，释放重磅信号，大陆敢打就奉陪到底。针对这一表态，台委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台军有必胜的信心，只要敌人尚未登陆，没有把旗帜插在行政单位上，他们就不会赢。那么到底是谁给了台当局高层如此挑衅大陆的信心呢？当然是美国共和党。目前美国中期选举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尽管共和党没能拿下参议院，但是美国的钱袋子那是众议院管着的，而共和党此次中期选举最主要的胜利就是拿下了钱袋子众议院，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有很多跟钱有关的事儿，比如对台军售，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几乎没有太大悬念。而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就是对中国全面打压，尤其在台海问题上，共和党在参加本次中期选举的时候就提出了不少的挺台法案。共和党推选的众议院议长麦肯诺公开表示，接下来将会兑现此前的承诺，在台湾问题上加大支持。这个支持是分成3个方面的。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对台湾政治上的支持。麦肯诺承诺在共和党上位之后，将会继续抬高对台关系，使其逐渐走向官方化。而这种行为代表的就是美国高层次数越来越多的访问行动。正如台当局方面所说，此前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前往台湾和台当局会面，意味着美国接下来将会把战略重心放在东亚甚至台湾上。而共和党推动高层人员窜访台湾是在自己上位之前的，上位之后不排除更进一步做出某些事情的可能。然后第2条就是加大在军事上和台湾的联系，毕竟拜登都已经对台军售次数高达6次了，共和党跟民主党不同，背后没有军工复合体支持，所以共和党上位后必然要先稳住他们。也正因如此，这些人会继续加大力度开辟国际军火市场。如果这些人的诉求是对俄缓和的话，那么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加大对台的军火出售订单了。想必主打给台湾提供更多军火的台湾政策法也将会在共和党手中迅速推动。最后一条就是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拓展台湾地区在国际社会上的生存空间，在国际活动上为台湾当局刷更多存在感，比如帮他们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可以说这3个手段是美国人在煽动别国内乱时最常用的3个办法。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一表态，给了台当局以扯虎皮拉大旗的错觉，从最开始对大陆强硬表态的畏惧，慢慢又变回了原先的上蹿下跳。但他们忘记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小手段没什么用尤其是这种狐假虎威的行为，除了激怒大陆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目前解放军对台巡航活动早已常态化，我军在台岛周边进行了大量常态化战备巡逻，距离台湾岛最近的时候只有不到11公里，这个距离说难听的，开炮都能打到暗防阵地上。空军方面更是直接派遣空军常态化绕台巡逻。现在台当局的相关网站早已不敢公开解放军的空军巡台真实情况了，每次都是在地图上随便扯几道糊弄鬼，鬼都不信的直线了事儿。防空警报也不敢拉生怕平民知道台军在应对能力上有多被动。只不过他们不敢报解放军飞机穿越台岛的事情，那是真的。台湾居民抬头时不时就能看到解放军飞机飞过。最近有很多台湾网民在网上质问台当局，为什么解放军的飞机天天从他们头上飞过，但防空警报却从来没响过。由此可见，台当局自己也清楚，如果单纯靠自己的话，没可能和大陆抗衡，因此打算借着共和党的表态和大陆打对台戏。然而他们忽略了2个问题。第一，美国人从来没有表示自己直接愿意军事干预台湾问题总是容易说错话的拜登
先前数次对台湾问题表示出介入，最后都被白宫出面驳回，而美军那边更是半点军事介入的意思都没提过。而第二个忽略的事情，则是美国精英和政客都是一群看得见好处才往上拱的存在，只要台湾处于劣势，美国人坚决不会下场，他们只会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如果台当局真的把希望放在美国身上，最终坑的只能是自己。祖国统一大势不可阻挡，如果台美勾连行为过了火，那么千军万马过海峡的雷霆之势提前到来，也并非没有可能。